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听起来稍微有点悬，但它实实在在关乎你识人的眼光，关乎你家的风水，更关乎你这辈子的命数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有些人哪怕西装笔挺，但他往那一站，你心里就莫名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人身上有股寒气，让你本能的想躲。而有些人哪怕穿得普普通通，你只要在他身边待着，就觉得亮堂，觉得舒服。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如沐春风。诸位，这种感觉是从哪来的？是你的幻觉吗？是你老眼昏花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绝对不是。这在我们的中医里叫旺神，在相学里叫旺气，而在佛法里这就叫习气。很多人一听到六道轮回会和我说，尼师，你怎么也开始讲这些怪力乱神呢？你错了，真正的中医是通天的。我给你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你们听完就懂了。人其实就是一把紫砂壶，一把养了几十年的老壶。如果以前装的是上好的铁观音，哪怕现在倒进白开水，出水都有股茶香。可如果这壶以前装的是臭水，是毒药，哪怕你洗得再干净，那个臭味已经渗到泥胎里了，那是洗不掉的。我们在六道里轮回，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泡过。你在地狱受过苦，身上就带着洗不掉的戾气；你在畜生道愚痴，身上就带着洗不掉的骚味；你在天道享过福，身上就带着洗不掉的清气。孟婆汤能洗掉你的记忆，却洗不掉你骨子里的味道。所以大宝积经讲，世间一切众生，相由心生，身由心转。今天我要教大家一套失传已久的六道望诊法，不用开天眼，也不用查八字，你就用这双肉眼，就能把身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谁是来讨债的恶鬼，会败光你的家产；谁是来报仇的阿修罗，会搞得你家鸡犬不宁；谁又是来报恩的天道贵人，能带往你的后半生。这中间的门道如果不点破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在把恶鬼当恩人，把贵人当路人，最后把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我常跟我的学生讲，做医生不光要治人的病，更要治人的命。如果让一个扫把星进了家门，或者跟一个败家子合伙做生意，你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这个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会把这六道的人画成一张张最真实的画像，直接摆在你们面前。请务必听到最后，尤其是最后三种人，那是你这辈子的保命符。我先从最凶险、最容易让你受苦的两个恶道讲起，地狱道和畜生道。如果你身边有这几种面相的人，或者你自己就有这些特征，那你可要当心了。这不光是运势不好的问题，这是要救命的大事。这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长了毒瘤，你得先把它认出来，才能把它割掉。我们要讲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吓人、最凶险的一个，地狱道。大家先把心沉一沉，这部分内容可能会让你想起身边某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人，甚至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，但没关系，出汗是排毒。认清了这些面孔，你这辈子的防身术就算练成了一大半。很多人以为地狱道的人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像庙里的鬼王一样？错，他们长得和普通人一样，有鼻子有眼，穿西装打领带，甚至可能就在你的公司里，在你的酒桌上，甚至就在你的枕边。但是画皮画虎难画骨，那层皮囊挡得住肉眼，挡不住天道，也挡不住我们中医的法眼。只要你掌握了下面这三个特征，地狱道的人在你面前就是透明的。一，驴骡之音，那是地狱的底色，这是最直观也是最准的一条。我在临床看了几十年的病，阅人无数。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来看病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但这人给我的印象太深，到现在我都忘不了。这小伙子一进门长得倒是挺壮实，可是他一开口还没说在那儿哪儿不舒服，我就听到一阵嘎嘎的声音。那声音像什么？就像是那个老旧的鼓风机里面轴承坏了在那干磨，又像是那破了的铜锣被使劲敲了一下。我就问他，你嗓子怎么了？是感冒了还是发炎了？他说，你医生，我嗓子没毛病，从小就这样。各位听好了，这就是典型的地狱声。佛经上讲，地狱道出来的人发出的声音像驴骡在发声。你们在乡下听过驴叫吗？那是嘶吼，是撕裂，是那种扯着嗓子喊却又透着一股子痛苦的声音。
这种声音不是我们感冒时的那种沙哑，感冒的沙哑是带水汽的，是暂时的，而地狱声是干枯的，是焦躁的。听他说话，你心里会发慌，会觉得他在吵架，其实他只是在跟你打招呼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？中医讲肾主纳气，肺主出气。一个正常人气是从丹田上来的，声音是圆润的，有底气的。但是地狱道的人，他在前世受了太多的苦，被火烧，被油炸，那是极度的惊恐和痛苦。这股子惊恐伤了肾，那股子火气伤了肺，所以他的根是烂的，他的气上不来，只能卡在喉咙那里嘶吼。而且他们说话有个特点，急，特别急，就像后面有人拿鞭子抽他，或者像身后有恶鬼在追他一样，语速特别快，嗓门特别大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在那跟你聊天，你感觉他在跟你吵架，他在那跟你问路，你感觉他在那吼你，你让他慢点说，他慢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地狱里待太久了，地狱里全是惨叫声、受刑声，环境太嘈杂了，他必须要大声吼才能被听见，必须要快点喊救命。这个习气哪怕喝了孟婆汤也带到人间来了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平时也没病，但只要一开口，那个声音就让你心烦意乱，让你想捂耳朵。记住了，这不是他嗓门大，这是他灵魂里的刑具在响。二，长相凶丑，那是杀气的凝结。再看脸，相书上说相由心生，地狱道出来的人长相大多不圆润。我这里说的丑，不是说长得不漂亮就是地狱道，好，别误会。有的姑娘长得不漂亮，但是很耐看，很温柔，那是有福气的。这里说的丑，是指一种戾气，一种凶相。你看她的眉宇之间总是聚着一团散不开的黑气，那个眉毛往往是逆着长的，或者眉骨特别高，压着眼睛，这叫压目，主凶灾。最关键的是眼神，地狱道的人眼神是浑浊的，且带着一股子狠劲。你看婴儿的眼睛，那是水汪汪的；你看得道高僧的眼睛，那是亮晶晶的。但你看地狱道的人，他的眼睛总是透着一股子恨意，哪怕他在笑，你都觉得那个笑里藏着刀，让你后背发凉。他看人的时候不是平视，而是喜欢斜着眼或者翻着眼白看你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案例，是个混帮派的年轻人，那眼神就是典型的地狱相。他哪怕坐在那儿不动，周围的气压都比别处低，他对谁都没信任感。你跟他说句真心话，他觉得你在害他。经书上讲，多狂语令人难信，他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全是狂话狠话。我也没见他真正开心过，他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备战状态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，全世界都要害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狱里没有信任，只有欺骗和刑罚。他在那里养成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本能。三，不孝短命，这是最准的铁律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拿笔记下来，这是最要命的特征，也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地狱道的试金石。地狱道出来的人最大的特点是无情，尤其是对父母师长。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是人道和天道的根本。但是地狱道的人他不懂这个，你去看那些社会新闻里动不动就打爹骂娘，甚至为了点拆迁款养老金就对父母动刀子的逆子，你去听听他们的声音，绝对是破锣嗓子。你去看看他们的眼神，绝对是凶光毕露，绝对逃不出我说的这几条。因为没有孝心，因为杀业太重，前世今生都爱杀生，这种人的寿命往往极其短促。中医讲仁者寿。什么叫仁？仁就是心存厚道，心存善念，心存仁厚的人。气血是和顺的，经络是通畅的，免疫力是强大的。而这种天天活在暴躁、仇恨、算计里的人，他的气血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他的肝火太旺，烧干了肾水，这种身体怎么可能长寿？这叫自掘坟墓。所以诸位朋友，尤其是家里有女儿要嫁人，或者有儿子要娶媳妇的，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看。如果对方声音像破锣，说话急得像吵架，眼神凶狠带杀气，最重要的是对父母都不孝顺，对自己亲爹亲妈都能大呼小叫，我劝你一句，不管是多少彩礼，不管是多大的官，赶快跑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不要想着你能感化他，不要想着你能改变他，
你救不了他，这是他前世带来的火坑，是他在地狱里滚了多少年才练出来的习气。你靠太近了，只会把你这辈子的福报，把你这个家的财气全部都给烧进去。我们惹不起，但我们躲得起。讲完了这个让人压抑的地狱道，是不是觉得空气都有点凝重了？别急，我们得先苦后甜，把最坏的认清楚了，剩下的就好办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类人，在社会上那可是大把大把的存在。他们不像地狱道那么凶，不至于让你感到生命受威胁，但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本事。什么本事呢？就是能把你活活气死，能把你家底活活败光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畜生道。大家别一听到畜生这两个字就觉得是在骂人。在中医和佛法里，这只是一个分类，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习性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？他们往往外表看起来很憨厚，没有任何攻击性，你会觉得这人老实，甚至觉得这人挺好相处。但是一旦你跟他深交，或者你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办，那你就等着哭吧。畜生道转世的人身上带着3个怎么洗都洗不掉的特征。一，身体壮如牛，脑子是一团浆糊。这第一点非常有意思。你们家族里或者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亲戚？身体那叫一个棒，胃口特别好，身体倍儿结实。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动不动腰酸背痛，他没有。他力气大的能扛起一头猪，干起粗活来，那是真的一把好手。所以如果你只是让他帮你搬搬东西，跑跑腿，打扫打扫卫生，那没问题，他能干得挺欢。但是我要敲黑板了，大家听好了，千万别让他动脑子，千万别让他管钱，千万别让他做决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脑子就像是被水泥封住了一样，是死脑筋转不过弯来的。经书上说，愚蠢少智慧，做事无分寸。你跟他说，老弟啊，我们做人要有点规划，眼光要放长远点，要为了孩子以后上学存点钱。他看着你，眼神是呆滞的，是一脸茫然的。他会回你一句，存钱干啥？今朝有酒今朝醉嘛，反正饿不死就行。这就是畜生的习性，只看眼前，不管明天。你见过猪会存粮食吗？不会的，猪吃饱了就睡。他会想明天屠夫会不会来吗？他绝对不会想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讲这叫心窍未开，心主神明。他的神是蒙蔽的，虽然他长了个人样，但他的思维模式还是停留在动物的阶段，有吃的就吃，有睡的就睡，这就是他的人生最高追求。你如果试图跟他讲大道理，讲人生规划，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他不仅听不懂，还会觉得你这个人太啰嗦，太麻烦。二，脏乱差，不知羞耻二字怎么写。这个特征太明显了，大家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某些懒汉。畜生道出来的人大都不喜欢洗澡，卫生习惯极差。我就见过那种人，大夏天30几度，身上的衣服都臭酸了，隔着3米远都能闻到，但他自己闻不见，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。头发油的能炒菜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你可能会说，是不是因为他穷买不起肥皂？绝对不是，他觉得这样挺舒服，这叫自然。你要是硬逼着他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，那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，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动物是不洗澡的，动物是随地打滚的，这种习气他也带过来了。还有更绝的一点，喜欢裸露，这一点在有些男人身上特别明显。一到夏天，那是真的不分场合，打赤膊，穿那个4角裤，甚至那个裤子都破了洞，他也不管，拖鞋踢踏踢踏地到处跑。在大街上，在饭馆里，甚至去别人家里做客，哪怕有女眷在场，他也不觉得尴尬，也不觉得要避嫌。为什么？因为动物是不穿衣服的。在动物的世界里，没有礼义廉耻这个概念，没有羞耻心这个程序。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对自己的形象极其不讲究，甚至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不雅的举动，比如随地躺卧、随地吐痰、当街抠脚，那这就是典型的畜生习气残留。中医讲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有神有节，失去了这个节，那就跟动物没什么两样了。3，肉包子打狗，借钱就是送钱。最后这一条是你们的防破财指南，这一条价值千金，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。畜生道的人有一个核心习性，贪食且赖账。经书上讲，常爱抵债，
总是想着法子把债务赖掉。这倒不是说他们像诈骗犯那样处心积虑的骗你，诈骗犯那是高智商犯罪，那是恶鬼道或者阿修罗道的事。畜生道的人借钱是因为他馋，他贪吃。你看他平时如果不借钱，可能吃糠咽菜也能过，但只要手里有了钱或者借到了钱，他马上就要去大吃大喝，大鱼大肉塞进肚子里，哪怕是那些最脏最垃圾的食物，他都吃得津津有味。中医叫胃火过旺，这是一种病态的贪食。等到你让他还钱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他会双手一摊，一脸无辜地看着你，我没钱，要命一条。他不是故意要赖你，他是真觉得吃了就吃了，为什么要还？你想想看，家里的猫狗，你喂它吃东西，它吃完了会想着用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吗？会想着把骨头还给你吗？不会的，因为畜生是被人饲养的，他习惯了张嘴就吃，他是被动的接受者。在他的逻辑里，我不懂得什么叫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，我不懂什么叫信用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尤其是做生意的大哥、管家的大姐，如果你遇到一个人符合我上面说的这3条，身体壮硕但眼神愚钝，看着就像没睡醒一样，不修边幅，甚至邋遢肮脏，身上总有股味儿，吃东西狼吞虎咽不挑食，见吃的就走不动道，千万捂紧你的钱包。别看他可怜，别看他老实，别指望他能帮你理财，更别指望借钱给他能收回来。你借给他的钱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而且这种人你还不能生劝，你劝他上进，他嫌你烦；你帮他找工作，他嫌累。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找个长期饭票，混吃等死。这就是畜生道的悲哀。他们没有远大的志向，也没有作恶的胆量，就是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。但是这还不是最阴森的，畜生道的人顶多就是让你破点财，受点鸟气。这篇长文的节奏感越来越好了。第3章我们要处理的是恶鬼道和阿修罗道。这2类人在现代社会非常典型，一个代表贪婪与吝啬，一个代表好斗与愤怒。这世上还有一种人最难防，最阴沉，他们长得像个人，甚至可能很有钱，但是心机极深，整天阴沉沉的。你跟他在一块，你会觉得你的精气神都在被他吸走。那种人是从恶鬼道爬出来的。大家在生意场上或者在亲戚堆里有没有见过这种人？他明明很有钱，存折里的数字那是好多个零，甚至房子都有好几套，但是他过得比乞丐还苦。家里剩菜剩饭臭酸了，他都舍不得倒，非要热一热吃下去。你要是找他借1分钱，那比割他的肉还疼。而且他永远在那疑神疑鬼，总觉得你要坑他，总觉得全世界都盯着他的钱，这就叫恶鬼习气。注意听，我说的这个恶不是肚子里没饭吃的那个恶，是心里的恶。那个贪欲的火就像那火焰山一样，日日夜夜在他身体里烧，烧得他5脏6腑都干了，烧得他永远觉得不够，永远觉得空虚。枯木之象，怎么补都补不进去。中医讲精气神是人的3宝，你看看那些真正有福气的老太太，哪怕80岁了，脸上也是红润的，那是气血调和，是心宽体胖。但你再看恶鬼道出来的人，长相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，枯、黑、瘦。经书上说黑黑瘦瘦，脸上无光泽。这种瘦不是现在年轻人追求的那种苗条，而是一种病态的干瘪，就像冬天山上的一根老枯树枝，皮紧紧包着骨头，没有一点水分，没有一点润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从中医角度讲，这叫阴虚火旺。他心里的贪念太重了，那个欲望的火一直在烧，把他身体里的精液，也就是我们的口水、血液、精气全部烧干了。所以这种人往往头发也是枯黄的，乱糟糟的，像一把枯草。你给他吃再好的补药，吃人参、吃燕窝也没用，因为那个火不灭，水倒进去就蒸发了，根本补不进去。鼻歪眼凶，心术不正的写照。相书上说鼻为财帛宫，真正有大福报赚正财的人，鼻子是正的，鼻头是圆润有肉的，那叫悬胆鼻。但恶鬼道的人鼻子往往是弯弯曲曲的，或者鼻梁起结，像个鹰钩子一样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心术不正。
他赚钱走的都是弯路、邪路，甚至是用害人的手段得来的钱。再看眼睛，这是最吓人的。他们的眼睛要么是三白眼，就是眼白多、眼珠小，看得特别凶；要么目光总是直勾勾的，带着钩子。你请他吃饭，他的眼睛不在菜上，也不在你脸上，他在哪？他在盯着你那个包，或者盯着你手上戴的那块金表。那个眼神透着一股寒气，像要把你的东西勾进自己口袋里一样。这就叫见财起意，不由自主，那是他的本能反应。3. 守财奴与眼红病，一种深入骨髓的贫穷感。恶鬼道的人核心习气就2个字：贪吝。我就看过一个老头，那是真有钱，好几栋楼在收租，但他来看病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领口都磨破了，脚上的鞋子也是开口笑的。我给他开药，稍微贵一点的好药，他就在那碎碎念，问我能不能换成最便宜的。他不是没钱，他是舍不得。经书上讲，爱积蓄钱财，不能割舍布施。这种人，钱对他来说不是用来花的，是用来看的。他享受那个数字增长的过程，但他永远享受不到财富带来的快乐。他其实是金钱的奴隶，一辈子都在给钱打工，做钱的保管员。还有一点就是嫉妒心极重，眼红别人，见不得阳光。恶鬼最怕什么？最怕光。所以这种人心里极其阴暗。如果你在他面前说，哎呀，老李家那个儿子真出息，赚了大钱了，你看着吧，他那个脸马上就拉下来了，甚至会阴阳怪气的说，哼，赚大钱指不定是干什么坏事来的呢，早晚得进去。他嫉妒啊，他心里那个酸水直往外冒，他见不得别人好，也不喜欢看见善事。你要是拉他去捐款做慈善，他能把你骂一顿，说你是傻子，说那些都是骗人的。4. 喜阴怕阳，专拜阴庙求偏财。最后这条是我给你们的辟邪绝招。恶鬼道出来的人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雷达，他们极度害怕做官的人，或者说害怕那种一身正气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邪不压正，当官的或者正人君子身上有官威，有阳气，恶鬼见了本能力就想躲，就像老鼠见了猫。相反，他们特别喜欢往阴庙里钻。什么叫阴庙？就是那些在荒山野岭或者路边的小庙供奉的不是正神，不是佛菩萨，而是什么石头精、大树仙，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孤魂野鬼。他们喜欢去那烧香，求什么？绝不是求国泰民安，也不是求家和万事兴，全是求偏财、求横财，甚至求让我的竞争对手倒霉，求让借我钱的人死掉。诸位，如果你做生意或者给儿女找对象，遇到了这种人，面色青黑，瘦骨嶙峋，眼神贪婪，极其小气，还整天神神叨叨拜阴庙，哪怕他再有钱，你也千万别碰，因为大宝基金早就判了他们的死刑，注定在死后会先堕入地狱。这就是个即将沉没的破船，你上去了，除了陪葬，没有第二种结果。他的财是守不住的，因为那是死财，没有德行去承载，早晚会招来大祸。好，讲完了这让人毛骨悚然的3恶道，我们把气场稍微往回拉一拉，是不是觉得周围全是坏人，听得心里都有点发堵了？别急，这世上还有一种人，他们可能不是坏人，但绝对是麻烦制造机。他们好斗要强，脾气大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阿修罗。大家在生活里肯定遇到过这种人，其实他心眼不坏，也没什么害人的坏心思，但他就是有个毛病，爱斗。这口气咽不下去，我就要跟你斗到底，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，他也能给你闹个鸡飞狗跳。阿修罗这个词听着挺神话，但在现实生活里，这种人太常见了。他们其实本事挺大，甚至有些还很有才华，长得也不差，福报是有的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罩门，那就是嗔心太重，好胜心太强。大家回想一下，你们家族里有没有这样一位神仙？比如过年吃团圆饭，大家正开心呢，喝着小酒聊着天，突然他就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了。哎，大哥，20年前我妈分家那会儿，你家是不是多拿了一个碗？为了这个碗，他能把桌子掀了，能把这顿饭搅黄了。这就是典型的阿修罗习气。他们在天界是跟天人打仗的，把那个争强好胜的基因带到了人间。这种人只能赢不能输，你跟他下棋，
他悔棋都要赢你。你跟他吵架，他哪怕没理，嗓门也要比你高8度。开车在路上，别人超车过他，他非得一脚油门追上去，反超回来才舒服。他的人生信条就是我必须压你一头，我心里才痛快。在中医里，这叫肝阳上亢，肝火太旺。这股火要是发不出来，他能把自己憋出病来。怎么认出阿修罗？经书上讲，男的长得身长高大，看起来孔武有力，女的往往长得挺漂亮，带点野性美。但是你们仔细看他们的牙齿和眼神，阿修罗道的人牙齿往往比较尖，比较稀疏，或者有那种虎牙露在外面，笑起来的时候不像是在亲近你，倒像是在示威，透着一股子攻击性。他们的眼神眼白比较多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圆白眼，总是带着一种挑剔和不屑的神情，看谁都像看傻子，看谁都觉得不如自己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，阿修罗道的人很多也信佛，也去庙里烧香，但是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人道和天道的人去烧香，求的是平安，求的是众生离苦。阿修罗去烧香，求的是什么？菩萨保佑，让我这次一定要斗赢隔壁老王，让他破产，让他倒霉。他的发心是不纯的，他把佛菩萨当成了帮他打架的黑社会大哥。这种香烧了还不如不烧。遇到这种阿修罗亲戚或者阿修罗同事怎么办？跟他打吗？千万别。第一，别争，你争不过他，因为他不要命，你还要命。他为了赢可以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我们犯不着。第二，让他赢，既然他想当老大，你就捧着他。哎呀，二叔还是您厉害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您说的对。你只要把他捧高兴了，顺着他的毛摸，这种瘟神自然就消停了。你输了面子，赢了清净，这才是大智慧。讲完了那个闹心的，我们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看我们大多数人的根人道，这才是我们生活里的那杯温开水。虽然不刺激，没有可乐那么爽口，但最解渴，最养人，喝一辈子都喝不腻。人道转生的人最大的特征就是靠谱。你看那种老邻居，平时话不多，也不会说漂亮话，更不会像阿修罗那样吹牛皮。但是如果你家突然出了事，比如半夜老人心脏病发作了，那个阿修罗亲戚早就把电话关机了，或者站在旁边看热闹说风凉话。只有这个人道来的老邻居，二话不说，披上衣服就来帮你抬人，甚至帮你垫医药费。经书上说，心肠有信，有忠有孝。这种人借了你的钱，哪怕他自己吃糠咽菜，到了日子也一定还给你。他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从来不赖账的朋友，请你一定要珍惜。这年头这种傻人不多了。人和畜生的区别在哪？就在一个耻字。畜生随地大小便，他不觉得丢脸；阿修罗撒泼胡闹，他也不觉得丢脸，他觉得那是本事。但是人道的人之羞耻，如果他做错了事，都不用你骂他，他自己脸就红了。他会不好意思歹视，会想办法弥补，会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还有一点就是知恩图报，你10年前帮过他一把，可能你自己都忘了，但他记在心里。等到你落难的时候，他带着东西来看你，说哥，当年要不是你拉我一把，没我今天。这就是人道的光辉。他们心里有一本账，记得都是别人的好。人道的人长相未必多出众，但他有一种正气，眼神不躲闪，看着你的时候很真诚，面部线条柔和，没有那股横肉，也没有那种刻薄的尖角。这种人放在家里就是镇宅之宝。他在哪里的磁场就是稳的。家里有这么个懂事、孝顺、守信用的孩子，那比赚多少钱都强。各位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朋友不在多，而在真。如果你身边还留着这种人道的老友、老邻居，那比户头里的钱还值钱。平时多跟他们喝喝茶，聊聊天，你的磁场都会被养得正气凛然。诸位朋友，讲到这里，我们这6道轮回的众生相已经讲完了5道，这最后一道也就是天道。说实话，天道转生的人在现在的社会里那是凤毛麟角，他们就像是来人间出差的，或者是来享福的。你只要跟他在一块待着，哪怕不说话，你都觉得心里特别静，特别舒服，就像在大热天里喝了一杯冰镇酸梅汤一样，沁人心脾。天道转生的人根本不用看身份证，也不用查户口，我教你几招，
你一眼就能从人群里把它找出来。一，自带体香，绝非凡俗脂粉味，这一点最神奇，也是医学上很难解释的。很多人身上有一股油腻味，那是浊气，但是天道来的人，不管70岁还是80岁，他身上永远有一股清气。经书上说这叫身有香气。这种人有着极度的洁癖，这个洁癖不是嫌弃别人脏，而是他自己容不得一点污垢。他的衣服哪怕是旧的，也永远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连个皱褶都没有。他的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。你去他家里看，窗明几净，家里一定要摆鲜花，一定要点好闻的香。他不一定有名牌香水，但他往那一站，那种干净清爽的味道就像雨后的森林一样，让你忍不住想多吸2口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人是不染尘埃的，他受不了脏乱差的环境，这是他灵魂深处的记忆。2，喜高不喜低，心里全是阳光。天道的人生活习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爱高楼，爱光明。他们买房子绝对不会选地下室，也不会选低层阴暗的地方，他们一定要住高层，视野开阔，阳光充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习气啊，天界是光明的，他们受不了阴暗潮湿。中医讲阳气主升，阴气主降。天道的人阳气足，自然喜欢往高处走，这也对应着他们的心性敞亮。你很少见天道的人在那愁眉苦脸唉声叹气，或者在那算计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即使遇到了天大的难事，他也是微微一笑，没事，总有办法的。这种正能量不是装出来的，是骨子里带来的自信。因为他福报大，他知道天塌不下来。3，说话如天籁，骂人都像在唱歌。分辨天道的人听声音最准。地狱道的声音像破锣，阿修罗的声音像吵架，而天道的人那个声音叫柔软音。他们说话语速不快不慢，声调不高不低，听起来特别顺耳，有磁性。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他们也会生气，但他们不动嗔心。阿修罗生气是想弄死你，是想让你难堪。天道的人生气是为了教育你，是为了让你变好。哪怕他批评你，他的用词也是文雅的，态度是诚恳的。你听完不仅不记恨，反而会觉得，哎呀，他是真的为我好，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这就是古人说的有大智慧，具善巧方便。天道的人不一定长得像电影明星那么漂亮妖艳，他们的相叫庄严相，就是那种五官端正，圆润饱满，眼神清澈见底，黑白分明，没有红血丝，也没有浑浊气。他就算坐在那儿不说话，也没人敢对他造次，也没人敢跟他开下流的玩笑。这就叫不怒自威，自带一种贵气。各位，我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，这6道轮回的看相说明书我是全教给你们了。可有的人心里开始打鼓了，尼斯啊，坏了，我照了镜子，我觉得我有点像阿修罗，爱发脾气，我又有点像恶鬼，有时候也挺抠门的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我是不是下辈子要变猪变狗了？千万别这么想，千万别把这个当成包袱。我今天把这些天机泄露出来，绝不是让你拿着放大镜去挑别人的毛病，去指着鼻子骂别人。哎呀，你看你长得像个鬼，错，大错特错。这套相法是一面镜子，是让你用来照自己的。中医治病讲究治未病，相术也是一样，所谓的相由心生，反过来讲，心变相就变，相变命就变。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家大门朝南朝北，也不是你家祖坟埋在哪个山头。你今天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脸上暗沉无光，别急着去买什么开运符，也别急着改名字。你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做几件小事，给自己的灵魂排排毒。想去地狱道的习气，回家对老伴对孩子说话温柔点，别吼叫，哪怕生气了，先深呼吸3口，把那个火压下去。想去恶鬼道的习气，别人找你办事或者做买卖，别老想着占那点小便宜，试着多给别人一点，哪怕多给1块钱，你的心量就大了1分。想去阿修罗道的习气，看到邻居亲戚过得好，你逼着自己真心替他高兴，你哪怕假装高兴，装着装着你就真高兴了，那个嫉妒的毒就解了。想修天道的习气，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家里打扫得亮亮堂堂，多说好话，
多存善念。你信不信？只要你坚持做3个月，你再去照镜子，你脸上的黑气就散了，你的眼神就亮了，你的嘴角就自然往上翘了。到时候你自己就是你家的财神爷，你自己就是你家的活风水。这就是佛法讲的8个字：万法唯心，境随心转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，我希望各位别光顾着自己听，请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哪怕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的话，哪怕你就写4个字：愿家和睦，心存善念，众生平安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是因为当你打出这句善言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在发光，你就在向这个世界发射天道的信号。我们这么多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，能把你身上的衰气、晦气统统冲刷干净。大家记住，修心就是修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